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播客。这是一档面向中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。我是小韩。大家最近还好吗？现在是12月底了，2025年呢，只剩下最后几天了。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？哇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！或者这一个月怎么这么长？不管怎么说呢，2025年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回头看看，我自己觉得这一年过得又快又慢，真奇怪啊。快呢，是因为我好像还没干什么事儿，一年就这样结束了。我总觉得如果时间过得飞快，八成是自己浪费了一些时间。就拿最近来说吧，只要一有空，我就忍不住刷手机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视频都看了，小猫啊、小狗啊、小仓鼠啊、小鸟啊之类的，非常可爱啊，很解压。可是这样呢，书看的就少了。说真的，这个月到现在，我好像才看完2本书。平时一个月呢，至少能看5、6本呢。看来年底我也有点犯懒了。想一想，还是要珍惜每一天啊。多看书，多认识人，多做事儿，多挑战一些新东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挑战越多，事情越多，感觉时间呢就越长。如果觉得时间过得飞快，大概率是啥也没干，虚度光阴了。就拿我12月来说吧，真的感觉特别短，忍不住会想自己是不是太佛系，太随意了。我这个月读的2本书呢，一本是诗人李白的传记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聊一聊李白的诗。还有一本呢，是讲秦始皇的，说秦朝为什么那么快就崩溃了。你们去过西安的秦始皇陵吗？看过兵马俑吗？感觉怎么样呢？说了半天，好像还没到重点。不过总的来说呢，这一年我还是有在努力生活了。3月份的时候呢，我注册了这个 YouTube 账号，开了这个中文学习的频道，到现在也有8000多的订阅了，感觉也是小有成就呢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希望明年能越来越好，祝大家的中文越来越流利，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听我的播客，大家一起加油。这样看的话，其实今年我也做了不少事儿呢，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这样一想，今年也算过得慢了。你觉得今年过得是快还是慢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回到今天的正题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唐诗，特别是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李白的诗。有朋友一听到唐诗可能会想，唐诗不是古代的吗？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现在学这个能用得上吗？这些问题都很正常。很多学到中级的朋友可能还会觉得，我现在中文呢已经不算初级了，词也学了不少，平常聊天也能聊一点，但是去读唐诗会不会还是有点早？所以今年最后一期播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，为什么唐诗，特别是李白的诗，真的很值得你花时间去读一读。关于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用得上？
唐诗是1000多年前的人写的，这么古老，现在的人能用上吗？要知道，在中国，几乎每个人啊，小时候都背过唐诗。真的，只要是上过小学的。我记得啊，我小时候背唐诗，其实完全不懂什么意思。那时候啊，大概4、5岁吧，大人让你背诗，你就背，跟着大人念，一句一句，像唱歌一样。现在想想，其实还挺好玩的。现在啊，你在中国的大街上，随便问一个中国人，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？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，李白。而且啊，李白的诗不只是出现在课本里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市中心逛街，走到一条很热闹的商业街上，是那种老街区改造的。那条街上人很多，一边是书店，一边是咖啡馆，旁边呢还有一家2层楼的泡泡玛特。就在那家书店的外墙上，我看到一行很漂亮的书法，写的是一句诗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这句诗呢，就是李白写的。注意啊，这不是在博物馆，也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一条商业街上，旁边就是咖啡馆、潮玩店，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拍照打卡。前几年呢，还有一部特别火的动画电影《长安3万里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在中国的票房啊非常好。这部电影呢，几乎就是围绕李白的一生来讲的。所以啊，你能看到，在今天的中国，李白还是很受欢迎。不夸张的说啊，李白就像一个大网红，红了1000多年。他的诗啊，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古董，那种你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东西，而在日常生活里呢，根本看不见。不是的，他的诗是现在的中国人还在说、还在用的语言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在街上、在电影里看到一句李白的诗，你能看懂，你能感觉到他在说什么，你在跟中国朋友聊天，很自然地聊到一句李白，对方一定会觉得，哇，你真的很懂中国。所以啊，完全可以说，李白在中国家喻户晓，谁都知道，不用担心你用不上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有人可能会说了，我知道唐诗在中国很受欢迎，但是唐诗不是很难吗？唐诗用中国古代的语言，它真的适合中级学习者吗？实际上啊，唐诗呢都不长，一首诗啊一般也就几十个字，短的只有20个字。你不用花很长时间，也不用读一整本，你挑你喜欢的读就可以了。而在唐诗里啊，最有代表性的2个名字，一个是杜甫，一个啊就是李白。接下来啊，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会特别推荐李白的诗呢？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的语言啊真的不难。他最出名的几句诗，用的字、用的词，真的都很简单，特别好懂。我现在就来念一首他的诗，
你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过、学过，甚至都背过。大家先听一下，感受一下。静夜思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你听完了，感觉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首诗里用的词：床、月光、地上、低头、故乡，是不是都很简单？唯一可能有一点点难的，大概就是举和双两个字了。举头就是抬头、抬起头的意思。那霜是什么呢？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啊，地面上会出现一层白白的、薄薄的东西，有点像雪，但比雪薄。那这首诗在说什么？晚上，我看到明亮的月光照在床边上，我还以为是地上结了霜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低下头，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乡。你光看字啊，是不是差不多也能明白他在说啥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很多唐诗啊，确实会有很难的字，用典故，第一次读啊，会有点吃力，不太好懂。但李白的很多诗啊，不是这样，他用简单的字和词，也不太要求你懂历史。所以啊，你会发现，很多学中文的朋友，学的第一首中文诗就是《静夜思》。李白啊，还有很多这样的句子，很多有名的诗句，用词都不难。比如，还有这句：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小时候我不认识月亮，看到天上那个圆圆的白色的东西，把它叫做白色的玉盘。晚上一个小孩抬头看天，突然看到一个圆圆的东西，他很好奇啊，心想这是什么？像个白色的盘子。你想啊，是不是有点可爱？我们接着说第二点，这个点呢，我个人真的特别喜欢，就是李白的诗呢，很有画面感。李白写诗啊，不太爱讲道理，他不说什么大道理，他更喜欢给你一个画面，而且啊，这个画面是你能直接看到、感受到的，你不需要翻译，甚至不用懂每个字，就能直接感受到。比如这句，我们刚刚提过的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月光照在地上，像霜一样，白白的，亮亮的。你一听，脑子里马上就有画面了，对吧？
再来看这一句啊，这句呢，我自己很喜欢，也是李白的，还是跟月亮有关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我举起酒杯，邀请天上的月亮，加上我自己的影子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有3个人一起喝酒了。你现在闭上眼睛，在脑子里想象这个画面，一个人晚上在院子里独自喝酒，喝着喝着有点醉了，然后呢，他举起酒杯，对着天上的月亮说：朋友，来，喝一杯吧。他又低下头，对着地上自己的影子说：朋友，来，你也喝一杯，干杯。他一杯接一杯的喝酒，好像在和2个朋友聚会一样。你看啊，这个画面对我们现代人是不是特别熟悉呢？现在很多人啊，也包括我自己，很多时候呢，都是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喝酒，一个人生活。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啊，独居的人真的很多。如果你也是一个人，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，有时候晚上回到家，灯一打开，屋子里特别安静，只有你一个人。那你再看看这句诗：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你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差不多的感觉呢？你看啊，李白在这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很孤独，他什么都没解释，他没说我很寂寞，我很伤心，我很孤独。可你一读，你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一个人的夜晚，那种安静的有点孤单的感受。所以重点啊就在这里，画面一出来，情绪啊自然就跟着出来了。哪怕你的中文还不是特别好，哪怕有些文化背景你还不清楚，都没关系，你还是可以直接用中文读李白，直接想象画面，直接感受，不用翻译，不用分析，让画面先进来，情绪先进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李白真的特别适合中级学习者。不需要你懂得多，你已经可以开始不用翻译，直接用中文去读诗，去想象画面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说说推荐的第3点啊。这个点呢，特别实用。读唐诗对你练发音和语感真的特别有帮助。很多朋友啊，学了很长时间中文，可是一开口，怎么听起来还是有点怪，声调好像没错，但又不太自然，节奏嘛有点平，声音呢也有点硬，反正啊不太像中国人说话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放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太正常了。那这个时候继续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声调吗？纠结我的4声准不准？说实话，这样做效率真的不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啊，读唐诗就特别好用。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中文发音训练材料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，唐诗本来就不是只用来看的，
他也能唱出来。在唐代，很多诗写出来就是要配音乐的。李白呢，就给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写过诗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杨贵妃。这个名字啊，你很可能听说过。杨贵妃是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一，她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非常有名，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有一次，李白喝醉了，突然被皇帝叫进宫。皇帝说：“李白，你现在就给我写首诗，夸夸我的爱人杨贵妃。”你想象一下，喝酒喝醉了，突然被拉去上班，还要现场写诗，一般人啊，肯定急死了。但李白是谁呀？他不是一般人啊，他很快就写好了3首诗。在诗里，他把杨贵妃的美比成美丽的鲜花，还有仙女，大大的夸奖了杨贵妃的美貌。皇帝一看很开心，杨贵妃一看也很开心。接下来呢，他们马上让人把这3首诗谱上曲子，直接唱了起来。据说啊，杨贵妃本人就特别会唱歌跳舞，所以啊，你完全可以想象，杨贵妃自己也唱过、跳过李白写的诗。因为这件事啊，李白得到了皇帝的欣赏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曲子啊，后来没能留下来。不过现在呢，也有很多人给李白的诗谱曲唱出来。有个很有名的歌手王菲就唱过《清平调》，就是刚才说的李白写给杨贵妃的这首诗。你有兴趣啊，也可以找来听一听。你一听就会发现，哦，真的很适合唱呢。那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？因为啊，唐诗本身节奏就很强，就算你现在不能完全懂，只听声音，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有韵律呢？说白了，唐诗像什么？它很像古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。很多中国小孩，包括我自己，3、4岁、4、5岁的时候啊，就开始背唐诗了。你说这么小的年纪能懂吗？当然不懂了。可这重要吗？一点儿也不重要。不懂完全没关系。语感啊，其实就是这样慢慢来的。要知道，语感本来就不是靠理解来的，是你听多了、读多了，慢慢培养出来的。所以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做，找一个你喜欢的朗读版本，跟着听，跟着读，多读几遍。你不用急着分析，不用停下来查每个词，就按着节奏来，像唱歌一样，把唐诗读出来就好。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发音啊越来越自然，语感呢也会越来越像母语者。说实话，这个效果肯定比你单独练声调要好得多，而且过程还能更享受一点。好了，说完读唐诗的好处啊，我们再回到李白这个人身上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，李白不就是个酒鬼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这话还挺不客气的。不过这也是实话，李白呢特别爱喝酒，经常喝醉。但他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我们现在来简单看一眼他的经历。李白的出身很特别，他出生在中亚，是个混血儿，家里是做生意的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商人。在李白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四川，李白就在这里长大，直到他25岁离开家乡，一个人跑到大城市里闯荡。那他这时候是去做什么呢？在中国古代像李白这样的读书人，大多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当官。当官是当时读书人能走的最主流的一条路，只有当官才能得到社会认可，得到大家的尊重。一般的读书人考试就可以了，李白不行，他不能去考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白的父亲是商人，按照当时的制度，商人不能参加考试，所以李白只能找其他法子。他去了当时的很多大城市，给许多大官写诗，想拉关系，希望他们能帮上忙。那他成功了吗？没有。写《静夜思》的时候李白还很年轻，26岁。是他离开家乡的第2年。那时候，他漫游到了江南一个大城市。那个大城市呢，就像现在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一样，很繁华。他觉得那里会有机会。但是，他突然生病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26岁的年轻人，独自一人，在陌生的大城市里努力打拼，身体又出问题了，晚上一个人住在旅馆里。这时候他怎么想呢？一个人跑这么远，结果什么都还没做成。以前在老家，日子多轻松多快活，不知道家里人现在过得还好吗？不会以为我在外面混得还挺不错吧？可我自己知道没有。心里有点难受。我是不是选错路了呢？这时候很可能李白的各种情绪一下子全上来了。而这些复杂的情绪呢，最后只是变成了一首非常简单的小诗《静夜思》，只有20个字，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记了1000多年。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特别感动，真的。就这样，李白一边旅行，一边碰壁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写诗。说到喝酒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？有人说李白就是个酒鬼而已。我们不妨换个角度，他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呢？很多时候我想，是因为不开心、不顺利，梦想一次次落空，事情一次次失败，心里真的很难受。那怎么办呢？喝酒呗。喝着喝着，诗就写出来了。杜甫就说过，李白喝2斤酒，就能写出上百首好诗。中间有一阵子
李白的运气好像来了。他给杨贵妃写诗，被皇帝看好，一下子好像站到了很高的地方。可是他的成功只是一时的，很快李白就得罪了更有权力的人，他差点被处死，最后又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。走到半路，他又突然被释放了，这时候他已经老了。关于李白的死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一天晚上，李白喝醉了，他坐在船上，低下头看到水里的月亮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捞，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，反而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。李白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。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假的，但没关系，这件事确实像是李白会做的。也许在李白自己眼里，他始终没有成功，但是呢，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名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我抬头大笑走出门去，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没用的小人物呢？这句话我前面提到过，还记得吗？我在书店外墙上看到的就是这句用很漂亮的书法写下来的。它有点像在对世界说：我不认命，我有自己的价值，就算这个世界不认可我，我也要先认可我自己。这样一想，我真的很受鼓舞啊。小时候我读不懂李白，现在再读，感觉就很不一样了。你看，虽然李白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成功，他一直都相信一件事儿：我有我自己的价值，我相信我自己。至于别人看不看得到，那是别人的事儿，并不重要。我后来发现能一直做到这一点真的挺难的。比如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每一次考试我都特别想考高分，一旦没考好就会很失望，甚至还会难受好几天。现在呢，离开学校后回头看那些分数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其实是我有没有享受学习，有没有一直学下去。不知道你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学中文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卡住，会怀疑自己，会觉得走得很慢。但也许只要坚持走下去，时间会给出自己的答案。好了，如果你想更了解李白这个人分享一下我最近读的一本书，哈金的英文李白传。哈金呢是一个美籍华裔作家，用英文写作。这本书对学习者呢很友好，不需要什么背景知识就能读。或者你想系统的读一读唐诗，读一些其他诗人的诗，那最经典的入门书就是《唐诗300首》了。名字叫300首其实一共有311首，来自77位诗人。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看过这本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。谢谢你听到最后，我们明年再见，拜拜。